嗨，各位因为孤独摇滚而开始学吉他的朋友，你们都还好吗？我最近这个叔叔被一个问题问到了，因为之前上传了我那一把 Gibson SG 的影片，在 Mobile One 上面有人问，那个是孤独摇滚里的那一把 Gibson 吗？我心里瞬间冒出了3个问号，孤独摇滚那是什么？一查之下才发现，原来是那一把黑色的 Gibson Custom Shop。 但是这让一个听着80年代摇滚长大的叔叔就彻底陷入了时代迷失。印象上一次有被感动的动画是蓝色巨星吧。一开始我看画风还以为孤独摇滚只是那种可爱系的2次元漫画，结果看了以后才发现，漫画中其实藏着一股真正的摇滚魂哦。这边我来快速讲一下剧情。主角后藤义里，外号叫 Bochi， 是一个极度社恐、缺乏自信的高中女生，但却又渴望像吉他英雄一样被看见。她希望被喜欢的方式目前只能暂时躲在房间里苦练吉他，拍影片上传网络。最后她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，走上那一条需要团队合作的乐团之路。除了配乐的热血和现场的张力，它是用有趣的方式来呈现自我怀疑，如何走出孤独。由于动画推出大受欢迎还激起了一波动漫吉他手潮。那时候我就是看着 Young Guitar 里面的一些吉他英雄弹着热血的 solo， 其实也和主角一样，是先有热血才有信仰。而现在的时代是看着动漫被点燃的，形式是不太一样，但是其实热血的心没有什么不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部作品真的让一堆人跑去学吉他或是自学，二手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堆孤独摇滚吉他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被动漫的热血冲昏头了。记得那句话吗？所以冲进乐器行之前要先想一想，弹吉他就像重新学走路一样，撑开手指，还要锻炼力量，不断调整姿势。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阵痛期就放弃了。其实你真正需要的，也许不是马上买一把 Gibson 或是联名款的 Yamaha， 而是一个能让你缩短这一段时间的好老师吧。因为电吉他很特别，除了技术，还要学会用效果器、音色的调整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金钱去累积的经验。最后如果达不到你想要的成果，可能你还会很伤心哦。虽然官方和雅马哈有合作出3本日文版的教学书，但是我认为这只是获得一些基础的知识。有可能你的肌肉记忆记错了，以后还得再重新来过哦。剧中的波吉运气很好，走在路上就被拦下来组团了。但现实里组团真的太难了，你不可能背着一个吉他到处走就有人找你组团的。那要找到合拍的人，还有共同的方向，最后还要像经营公司一样找场地然后有票房压力。再来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，还有热情的消磨。我觉得这比练好一段 solo 还难太多了。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被这些现实磨掉了热情，然后现在很多都不弹了。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热血过头几年后，通常都会有这一种想法。所以真正的问题是，当你的热情被现实消磨掉90%之后，你还能不能找到让自己满足的方式，继续把琴拿起来？有没有觉得弹吉他虽然很帅，但是之后的事真的超难的哦。但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，网络那么发达，反而比我们那个时代幸运。Boji 就是靠着影音平台累积粉丝，甚至漫画里还掌握了一些流量密码这种操作。
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不过这就是现实中我们常看到的，所以啊，我觉得现在学吉他其实已经站在不错的起跑线上了。然后凑了那么久啊，其实我觉得弹吉他，当你过了一个门槛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满足在自己弹奏技术进步那种喜悦感。我觉得以这个心态来走的话，会比较长久，不会被得失心影响。最后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。坏消息是动画里的那一把 Gibson Custom Shop 现在竟然涨到19万，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。好消息是漫画里面并没有标 Gibson 这个牌子，它是尊重音乐本身的，所以只要声音好、外形相似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更何况雅马哈还出了联名款。YT 上面的评测啊，感觉好像还行。这些应该都是受欢迎之后产生的商业模式吧。当然，如果你口袋够深的话， Gibson 的确是一把能陪你一辈子的好伙伴。反正弹不好没有关系啊，至少也能拿出来炫耀一下嘛。这一点漫画里也有提到哦，很写实。总而言之，热血是起点，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孤独的过程。那既然琴都买了，就拿起来猛练吧。